Hello， 大家好，我超级小马，一个专注一个对象拍照的摄影师。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一组在海边拍摄的人像。我会讲讲这组图的前期拍摄思路，以及后期我是怎么对它进行调色处理的。这组图的整组照片呢，是用索尼的 A7R5 加35 GM 的组合来拍摄完成的。那如果你喜欢这组图的氛围的话，那我相信今天这期视频一定会对你有所启发。那首先让我们来聊聊这组图的前期拍摄思路。有一点我得提前说在前头，就是这组图啊，它呈现出来的最终视觉效果其实是有点运气成分在里面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是因为有两个偶然因素。那其中一个偶然因素呢，就是风。就那天的海风大得离谱，根本不是在开玩笑。风大就算了，关键是还特别的冷。就冷到什么程度呢？就我一边按快门一边流鼻涕。那细心的观众这里可能就会问了，那既然这样，小马老师，你们为什么要在这种条件下拍照呢？这个其实回答非常的简单，就那4个字，来都来了。那因为我平时呢喜欢拍一些偏自然的、偏真实的画面，所以说当时我在这种情景下，我就在想，那既然都这样了，不如我们就将计就计，干脆就拍一种在风中很冷的感觉。所以你现在看到这组照片里面，修卡老师他有点这种迷离抽离的这种神情表现，那实际上背后的原因就非常的简单，他真的很冷。那第二个偶然因素是什么呢？就是突然穿过乌云的那一道光。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照片呢，是我们刚到那个场景所拍下的照片。那当时乌云密布，那由于没有阳光呢，这个画面自然就偏平、偏闷，缺少张力。我们当时呢就打算随便拍拍就回去了，但拍着拍着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意外突然发生了，就太阳啊突然从乌云下的缝隙给穿过来了。那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光，成就了这组照片里面我觉得最特别的那几张照片。所以有些时候真的觉得摄影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你准备好了相机，设定好了参数，但真正打动人的往往就是这些不可控的瞬间。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一组大家很喜欢的照片我拖了这么久才跟大家分享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我能拍下它纯粹只是我的运气好而已。那这一次我调色的核心思路呢，就是想保留下当时那种特殊的氛围感，风很大，天很冷，然后阳光透过乌云洒下来的那一瞬间。这次我们依然使用的是 Lightroom 这款调色软件，我们会以这张逆光拍摄的海边人像作为主要示例，来讲解这次的调色过程。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张照片在 Lightroom 中解出来的原图状态，分析一下目前画面里有哪些地方是我们觉得不太理想的。第一个问题应该很明显，就是高光明显溢出了。不光是从视觉上看得出，直方图右上角的小三角也亮了，提示我们有区域曝光过度。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暗部细节不够。你可以注意看画面里的修卡老师，基本上整个人物的细节都陷在了阴影里，像是衣服的质地、头发的层次，甚至面部的轮廓，其实都非常的难看清楚。这就是典型的逆光下人物被吃掉的情况，也是我们后期调色中最需要去拉回来的一部分。带着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我们就正式开始操作吧。第一步，我会先对这张图做一个基础校正。我个人对横屏竖直这件事是有点强迫症的，所以每次调图我都会先把低屏线拉正，就如果是歪的，我就浑身难受。接下来就镜头矫正这一步了。这里其实很简单，直接把启用配置文件校正和删除色差这2个选项勾上就行。因为我用的是35 GM， Lightroom 会自动匹配这个镜头的配置文件，来修复肉文件中出现的暗角和畸变问题。之后来到基础面板，第一步是用白平衡给画面打一个底色，这次我选择的是偏黄绿一点的色调方向，塑造一点点略微复古的氛围感。接下来我会稍微拉高一点曝光，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把逆光里的人物的细节拉出来。然后我会适当降低对比度，因为像这种逆光场景，照片的原始对比度往往会偏高，高光太亮，暗部太压，整体层次就会显得很硬。而降低对比度之后呢，画面的过渡就会变得比较柔和。接下来是高光的处理，我这次直接把高光拉到了-100，目的是为了尽可能的把逆光区域里丢失的细节给拉回来。接着我会稍微拉高一点阴影，继续把一些藏在暗部里的细节给恢复出来。白色色阶我这里选择的是适当降低，因为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那种反差特别大的画面。
太高的白色色阶会让高光部分过于跳脱，黑色色阶这里也是适当降低。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让画面看起来不那么灰，找回一点画面的厚度，纹理和清晰度都降低，是为了减少画面的数码感，同时也让逆光下的光晕的柔软感更充足一些。接下来是去朦胧这一项的调整，这里我选择的是适当增加。其实这已经是我处理逆光照片时的一个固定习惯了。它的好处在于能够进一步减少画面的灰度感，让整个画面更清透，层次更分明。增加鲜艳度，降低饱和度，老规矩，平衡画面色彩饱和度的常规操作。接下来就是校准这个部分，这一块我还是老样子，用它来做一个清橙色调的底子。具体来说呢，就是把红原色往右拉一点，带出橙调；绿原色也往右拉，加强整体的清新感。然后把蓝原色往左拉，让整体偏向一种复古的青绿色氛围。然后我们来到曲线部分，首先是对红色通道的调整。我在这张图里做了一个非常小的动作，就是微微抬高红通道的高光区域，它的作用是让画面里的高光部分，特别是逆光打过来的那一层，带上一点点淡淡的红色调。接下来是影调曲线的部分，这里我会在中间调、阴影和高光的位置打上3个锚点，然后再分别去调整它们的位置，让整张图的明暗过渡更自然一些。那这一段里呢，最关键的操作其实就是抬高暗部的锚点，让画面的暗部微微发灰。这种做法会带来一种比较明显的胶片感。不过这里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个灰不能抬过头，一旦抬得太多，整张图就会变得很奇怪。之后我们再微调中间调和高光的弧线，让整张图的过渡呢更柔和一点。然后让我们用混色器对画面里的单个色彩进行调整。首先我们来调整橙色通道，通常它是用来控制人物的皮肤色调的，但在这张图里你会发现，橙色不仅影响人物，还会同时影响背景中类似光的颜色。所以在这个阶段调整上，我会优先以背景的氛围为主，先把整体画面的色彩关系稳定下来。至于人物的肤色，我们之后可以通过局部蒙版来细调，这样既能保证皮肤自然，也不会打乱整张图的色彩结构。那这里的具体调整是，我把橙色的色相稍微往黄色方向偏移，然后再适当增加一些饱和度和明度，让光的感觉更通透也更暖一些。接下来是红色的调整，这个颜色在这张图里呢，主要是用来控制裙子上的一些颜色的，它不会对画面的整体氛围造成太大影响，所以这里只要不要让颜色看起来太突兀就行了。然后就是黄色，黄色主要控制背景里光的颜色，轻微的把色相往橙色方向偏一点，然后适当增加一点饱和度和明度，这样一来能进一步强化光的视觉的存在感。绿色这里呢，我们就把它往黄色靠拢，让这张图里的黄绿色系相对比较统一。然后我们降低它的饱和度和明度，让这部分的颜色看起来比较干净。之后是浅绿色的调整，它在这张图里呢，主要是控制海水以及部分云层的颜色。这里我选择的是把色相往青色偏移，让这些区域的色调呢更冷一点。然后是蓝色，它主要影响的呢是剩下那部分云层的颜色，这里同样是往青色的方向偏移。通过这样的调整呢，画面中所有的蓝绿色系色彩就被统一了起来，同时也为这张图塑造出了一种更明确的冷感氛围。最后我会统一降低它们的饱和度和明度，让这些冷色更克制一点，也让画面中本就微弱的暖色调自然的被衬托出来。紫色和洋红在这张图里其实没什么影响，所以这里就简单调调就行了。接下来我们来到颜色分级部分，也是这张图里比较关键的一步。首先我会把混合和平衡两个滑杆都向右拉满，这样设置的好处是可以让我们更精细的控制阴影部分的颜色。对于这种逆光氛围感的照片来说，阴影的色调其实起着非常重要的气氛基调的作用。这里我选择的是给阴影增加一点紫色，同时在高光部分加入一点黄色。相对于传统的青橙配色，这种组合的冷暖反差会小一点，它的过渡更柔和，情绪也更内敛一点。接着我会在中间调中加入一抹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紫色，进一步去强化冷暖之间的过渡关系，让整张图的色彩流动起来，而不是断裂的对比。接下来呢，我们再增加一点阴影和中间调的曝光，来给画面进一步增加一点灰调的感觉。那可以看到这一步在画面里起到作用还是挺大的。接下来来到细节这一部分，这里我只是简单的增加了一点边缘锐化就差不多了，之后加一点暗角，让画面边缘稍微沉下来，把注意力更集中在人物和光的核心区域，然后再增加一点颗粒，给整张照片加一点胶片的质感。OK， 主要部分就调完了，但对于这张图来讲还不太够。接下来我们进入局部调整的环节，用蒙版对画面中的一些关键区域进行进一步的优化，让氛围更精准，情绪更集中。第一步，先用人物选择选出人物主体，这里我会轻微增加一点曝光，进一步恢复一点人物的细节。
第二步，单独选出人物的皮肤区域，稍微提亮曝光，降低一点饱和度，让肤色更自然，也更容易和画面融合。选出人物的衣服部分，降低饱和度和清晰度，让包围人物的逆光氛围更突出。第四步，选出画面最暗的区域，这里我会压低曝光和饱和度，让暗部更沉稳，有一点反差。第五步，选中整张图的高光区域，并从中排除人物本身，然后增加曝光，降低清晰度，让光的那种扩散感更强烈，仿佛是从人物背后炸开的光晕。第六步，用一个镜像渐变稍微增加曝光，强化视觉中心，同时再做一个反向蒙版，整体压低周围环境的曝光，形成清晰的视觉引导。第七步，通过一个线性渐变，轻微降低地面岩石区域的曝光和饱和度，避免这部分过亮吸引注意力。第八步，再加一个镜像渐变，选中画面中间充满逆光的区域，轻微提亮，强化局部的光影层次。第九步，用画笔工具勾勒出人物的轮廓，轻轻提一点曝光，给轮廓边缘加上一点点光晕，让人物从背景中更自然地浮出来。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笔，用一个镜像蒙版精准选中太阳的位置，增加曝光，同时把色温往黄色方向推一点，强化光源本身的存在感，让整个画面像是被这道光点燃了一样。到这里呢，这张图就完成了。让我们最后来看一次前后对比。就感觉每次录这个调色视频，最后声音都会录哑。这期视频的最后呢，我想分享一些关于器材的一些看法。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台好相机也好，一个好镜头也好，它不会让你直接的变强，它更多的作用呢是在你灵光乍现的那一刻，不拖你的后腿。它不会替你决定你要说什么，但是它会帮助你把你想说的东西说得更完整一点。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的话，欢迎关注我，我是超级小马，一个专注于给对象拍照的摄影师。那让我们下期再见。